睡前听完一本书，今晚我们读《潜意识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叫约瑟夫·墨菲，他出生在爱尔兰，年轻的时候身体和心灵都经历过巨大的痛苦。后来他的人生彻底反转，他成了一名牧师，也成了一名心灵导师。他用一辈子的时间研究人的内心，写下了这本小书。这本书没有复杂的公式，没有高深的术语，他就像一位温和的长者，坐在你床边，轻轻跟你说话。他在全世界卖出了上千万册，无数人在深夜翻开它，然后哭着笑了。他们说，原来我的人生不是没有希望，只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钥匙在哪里。而今晚你就要听到它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安静地听一听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了？那个声音总是在很小的地方，它在你担忧的时候冒出来，它在你害怕的时候冒出来，它在你睡前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冒出来。你听见它了吗？它说什么呢？它说，我不行。它说，来不及了。它说，我不配。今晚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声音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远比那个声音辽阔得多，明亮得多，那才是今晚我想让你见到的你。所以我先把今晚最亮的一句话放在最前面。约瑟夫·墨菲说，潜意识的力量比意识大3万倍，3万倍，你记住这个数字，今晚你会明白它的意思，今晚你也会拿到打开它的那把钥匙。现在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书里，发生在1950几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先生，我们姑且叫他老约翰。老约翰45岁，他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周末修剪草坪，妻子做的饭他总说好吃，儿子刚上中学，正处在叛逆期。老约翰觉得人生嘛，大概就是这样了，平淡但安稳。他从来没想过一个普通的星期二会彻底改写他的一生。那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一份文件看到一半，胃突然一阵剧痛，痛得他手心冒汗。他扶着桌子慢慢坐下，同事问他，没事吧？他摆摆手说，没事，可能是早上喝多了咖啡。他说了一个谎，然后他照常上班，照常开会，照常回家。可是那天晚上他睡不着，那种痛从来没有过，不是简单的痛，是像有什么东西在胃里咬着。他翻了个身，忍住了。第二天他还是没去医院。第3天，妻子发现他整个人都在冒冷汗，他不由分说把他拉去了医院。检查的过程很漫长，他躺在冰冷的仪器上，看着天花板，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要来了。下午，医生把他单独叫进办公室，妻子坐在门外，紧张地搓着手。医生关上门，窗帘拉了一半，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医生的表情很严肃，他推了推眼镜，说，先生，我想你应该勇敢一点，你胃里有个肿瘤，初步判断是恶性的，已经到了晚期。老约翰愣了一下，晚期？晚期是什么意思？医生说，以我的经验，最多3个月。老约翰没说话，他站起来，他走出办公室，妻子冲过来，抓住他的手，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他笑了笑，说，没事，只是胃溃疡，开了点药。他说了第2个谎，他不想让家人担心。可是从他的脚步，从他假装轻松的背影，家里人已经感觉到出大事了。那天晚上，老约翰一个人坐在书房，他把门反锁了，他不想让妻子看到自己发抖的样子。他坐在黑暗里，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医生的话。晚期，
晚期，晚期，3个月，3个月，3个月。他想到妻子，想到儿子，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做的事，眼泪就这样掉下来。他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哭过，这个家一直靠他撑着，如果他不在了，他们怎么办？他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第二天，他请了假，他不能上班，他怕自己随时会倒下，他开始收拾旧物，像所有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人一样，他想要整理自己的人生。在抽屉最深处，他翻出一本旧书，是多年前一位老友送的。书页已经泛黄，封面上写着潜意识的力量。他不知道朋友为什么送他这本，他从来没有翻开过。这个傍晚，他太痛了，痛得睡不着。他索性打开台灯，翻开了这本书。他原本只是想打发时间，可是他一读就停不下来了。书里的话像一颗一颗的钉子钉进他心里。书里说，你的潜意识是万能的。书里说，你心里相信什么，你的身体就会呈现什么。书里说，疾病不是敌人，疾病是身体对你的提醒。书里说，你可以启动内在的修复程序。老约翰读到天亮，他合上书的时候，手指是发颤的。他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我已经被判了死刑，我为什么不试着相信一次呢？从那天起，老约翰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很傻的事情。他不再反复抚摸自己疼痛的胃，他不再每天唉声叹气，等待着死亡的倒计时。他开始练习，他练习着忽视那个肿瘤。他每天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他对自己说，我的胃是健康的，我的身体正在修复。他想象自己胃里的细胞像一个个年轻的工人，他们热火朝天，正在修补那道伤口。他在脑海里看见自己痊愈的样子，他看见自己陪儿子踢足球，他看见自己陪妻子散步，他看见自己回到办公室精神抖擞地开会。他把这些画面反复地看，每天看，像看一部他最喜欢的电影。他甚至还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每天傍晚都会去公园散步。他会特意经过早餐店，看着人们大口吃面包，闻着咖啡的香气，他在心里把那份食物送进自己体内。他说，你们看，我吃得很好，我的胃很舒服。刚开始他会觉得别扭，他说，这像不像一个疯了的人？可是后来他慢慢发现，胃真的不痛了，不是那种一时的缓解，是持续的，安静的，不痛了。他胖了一点，他的脸色红润了一点。他儿子说，爸爸，你好像变年轻了。3个月后，他回到医院，还是那个诊室，还是那个医生。他去做检查，医生盯着片子看了很久，手有点抖。医生说，这不符合我的经验，肿瘤消失了，胃壁很光滑，什么也没有。老约翰笑了，他平静的像早就知道结果一样。医生说，这3个月你做了什么手术，在哪里治疗的？老约翰指着自己的心口说，我在这里做了一场手术。医生没有说话，他愣住了很久。故事讲完了，你可能会说，这是奇迹，你可能会说，这是幸存者偏差，你可能会说，这太悬了，不可信。请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科学规律。它不悬，它一点儿也不悬，它每天都在你的身上运作着，只是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它。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住着2个你，2个都是你，一个叫意识，一个叫潜意识。意识是醒着的你，它负责思考，负责判断，负责做决定。它很聪明，但它很慢，它一次只能处理很少的信息。
你知道吗？你的意识每秒大约只能处理几十个比特的信息，很有限，对吧？而你的潜意识呢？它每秒可以处理几百万条信息，它负责你的心跳，负责你的呼吸，负责你的消化，负责你的体温。你睡着的时候，它还在工作。你被什么吓到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会警觉？是它。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某个人？是它。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听它的指挥，只是你从来没有正式认识过它。你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你要去哪里，他只能按照旧地图把你送到老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重复同样的人生。约瑟夫·墨菲打过一个绝妙的比方，他说，意识是船长，潜意识是船员。船长站在驾驶舱拿着望远镜，他决定这艘船往哪一个方向开，然后他发出命令。船员呢？船员在大海深处拼命地划桨，他们不思考，不质疑，不抱怨，他们只做一件事，执行。船长说向左，他们就向左；船长说加速，他们就加速；船长说停船，他们就停船。他们永远忠诚，永远准时。可是，如果这个船长每天站在驾驶舱，说我们要沉了，我们要沉了，会怎么样？船员就会拼命地把船凿沉，不是因为他们恨这艘船，而是因为他们太忠诚了，忠诚到连长错误的消息都当作命令。所以，亲爱的，请你听清楚这句话，你的生活出了问题，通常不是因为你的船员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的船长一直在下错误的命令。你有多努力在抱怨，你的潜意识就有多努力在帮你把那件事变成现实。这很荒谬，对吗？但这就是真相。而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位船长还会偷懒。白天他在清醒地发号施令，可是到了晚上呢？到了他疲惫的时候呢？到了他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他下班了，他去睡觉了。那艘船呢？还在海上啊，谁来开？答案是船员。船员按照记忆里的航线自动航行。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白天发誓要戒酒的人，夜里还是会忍不住打开冰箱；一个白天下了决心要早起的人，第二天还是会按掉闹钟。是意志力不够吗？不是，是晚上的你。那个意志力薄弱的你，把指令交给了船员，而船员只听那些你已经重复过1000遍的习惯。潜意识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里面堆满了你从小到大输入的东西，父母的批评，老师的评价，同学的嘲笑，失败的经验，那些被人否定的时刻，那些你没有说出口的委屈，它们都堆在那里。有些是白天的一个念头，有些是深夜的一声叹息，有些是你反复说的一句口头禅。你每想一次，就在仓库里多存一次；你每说一次，就把那个物品搬出来，擦干净，再放回去。你越频繁地想它，它就越崭新，崭新到它开始主动蹦出来，占据你的每一天。潜意识还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具体，他不喜欢抽象。你跟他说我要成功，他听不懂。什么是成功？是钱，是名气，是幸福？他不知道，他只会一头雾水。你跟他说我要在年底之前存下5万块钱，他听懂了，他立刻开始安排。他观察到超市打折的信息，他提醒你少点一次外卖。他让你在冲动消费的时候突然犹豫了一下，你以为那是运气还是毅力？都不是，那是你的船员接到了具体的指令，正在为你服务。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比喻，你可以把潜意识想象成一台每天都在运转的复印机。你白天所有的想法就是一张张原稿，你害怕失败，原稿上就印着失败2个字。你觉得自己不配被爱，原稿上就印着不配2个字。复印机呢，
他不管好坏，他忠心耿耿，你放什么他就印什么，一张又一张，一页又一页，最后你的人生就成了一本厚厚的册子。你翻开册子，每一页都是你曾经反复扫描的那个画面。你很生气，你说为什么我的生活都是这样，你说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可是复印件上的字迹清清楚楚，原来是你自己，每年都在更新那一份相同的文件。所以约瑟夫·墨菲才会说，你心里相信什么，就会在现实中经验到什么。这句话不是玄学，它是一个规律，就像水往低处流，就像春去秋来，它客观存在，它不分男女，它不管你有没有学历，它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它只在乎一件事，你相信的究竟是哪一个版本，你信什么，它就给你什么。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故事里移开，看向你自己的房间，看向你自己，你最近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活很累？你每天睁开眼睛就开始忙碌，赶地铁、开会、回复永远回不完的信息，照顾家人，应付情绪，等到晚上躺下，身体是累的，脑子却是清醒的。你看着天花板，你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自己，那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自己。可是现在呢？你叹了口气，你问自己，我怎么就活成了这个样子呢？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好，你觉得别人都比你顺，别人为什么那么轻松，别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别人为什么总是被爱。你告诉自己，算了，我命不好，我认了。可是亲爱的，我想轻轻告诉你，你没有命不好，你只是一直在给潜意识下错误的指令。你以为你认命了，其实不是，是你亲手给潜意识写了一封又一封关于苦难的信。那些信上的字，在你口中就是一句一句你从来不在意的闲话。你听一听你自己平时的话，早晨闹钟响了，你按下闹钟，嘟囔一句，唉，又要起床上班了，好累。中午你对着快餐说，这工作我真是受够了。晚上同事顺嘴问一句，你最近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混日子呗。这些话你几乎不假思索，这些话你一天要说多少遍？说完了，你还觉得只是随口说说，你真没有放在心里。可是你的船员都记下来了，他一笔一画地记在航行日志上。他想，哦，原来主人讨厌这份工作，那我要努力让他更多地讨厌这份工作。于是你越来越累，越来越烦，越来越没有动力。你以为是工作出了问题，其实是你的船员在忠实执行你的指令。再想一想你减肥失败的经历，你一边对着镜子说，我怎么又胖了，一边拿起了薯片。你说，反正我喝水都胖。然后你的潜意识就记住了，他拼命地帮你水肿，帮你囤积脂肪，帮你把新陈代谢调低。他真的是在帮你啊，他想让你成为一个喝水都胖的人，因为这是你反复告诉他的故事，这就是你交给他的原稿，他只不过是把复印件还给你而已。想一想你糟糕的恋爱，你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你说女人都太现实，你说爱情最后都会变成坟墓，你说了10年。于是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替你验证这句话。你相亲遇到一个不合适的，你说，你看我早说了吧。你恋爱碰到一个糟糕的，你说果然又是这样。你从来没有想过，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一直在发布招聘启事，你在招聘一个注定让你失望的伴侣，所以你的潜意识就尽职尽责地为你筛选来了一个又一个让你失望的人。
你才是那场面试的主考官啊，而你永远在录用同一个版本的伤悲。还有你的钱，你小时候听过什么？你听过钱难挣，屎难吃。你听过我们这种人家攒不出钱的。你听过发财要有命。你把这些都听进去了。你成年以后，嘴上说要暴富，心里却一点都不信。你看到别人成功，你心里那个声音说，那是人家命好。你呢？你一接到账单就开始焦虑，你每次花钱都有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一出现，你的潜意识就记住了，你身上的财富通道是收紧的，你的钱包是漏的。你越是用力抓钱，钱越是流走，因为你根本不相信钱会轻松地来到你身边，你更相信赚钱就是要吃苦。于是你的船员就为你制造了无限的苦，你拼命地做那些苦差事，你真的好辛苦，但钱还是不多，因为你的目标从来不是钱，你的目标是吃苦。你实现了，你一直很吃苦，最要命的一种是我配不上。你说我配不上那个好工作，你说我不值得被喜欢，你说那么好的机会不会轮到我，这3个字几乎把所有好事都挡在了门外。机会来了，你的潜意识会自动躲开，别人的善意来了，你会下意识地推开，一段美好的关系摆在你面前，你会下意识地搞砸。你不是不想要，你是不敢要。你心里有个陈旧的录音带，它从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播放，那是某个大人无意间说的一句话，你可能已经忘了，可是你的船员还记着，他一直按照那盘旧录音带为你设定人生。亲爱的，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说你不行的人早就忘记他自己说过什么了，只有你还在替他还债。我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难过，你可能想，原来错的人是我，原来我一直在伤害自己。请你停一下，请你把自责放下，我要你记住这句话，你从来没有做错，你只是用了错误的方法。你像一个第一次开车的人，不知道油门和刹车的区别，你一路踩着油门，却以为自己在刹车，车子越跑越快，你吓坏了。你说这车怎么不受控制？可是不是车坏了，也没有司机要害你，你只是踩错了踏板，仅此而已。今晚过后，你可以换一只脚了。好，现在把眼泪擦干，深呼吸，跟着我来。我们要改变一个程序，不是改变你的性格，不是要求你变成另一个人，只是把你混乱的线路轻轻重新接一遍。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开始，你只需要从今晚开始，给你5个步骤，很简单，你不需要全部做到，你可以只挑一个，优先挑最温柔的那个。第一步，把我不要3个字从你的字典里删掉。从明天早上开始，留意你的语言，你要像一个猎人，捕捉自己的每一句话。你说我害怕迟到，改成我会早早到达。你说我怕我会紧张，改成我很放松，我很从容。你说我不想生病，改成我的身体很强壮。你说我不能搞砸，改成我一定可以做好。为什么？我再强调一遍，因为潜意识听不懂不要，他只听得懂画面。你说不要迟到，他看到的是迟到。你说不要紧张，他看到的是紧张。你越是强调不要，你越是把他送进脑海里，就像一个妈妈对着一个正在爬高的孩子大声喊，不要往那边爬，不要摔下来。结果呢，孩子脑海里的画面全是摔下来，他脚一滑就真的摔下来了。所以你要给潜意识一张清晰的地图，用肯定的词，用具体的画面，告诉他你要去哪里，而不是你不去哪里。他像 GPS， 你说我要去机场，他能给你导航。你说我不要迷路，他就只能在原地转圈。你听懂了吗？从明天早起，
说一句我准备好了，试试看。第二步，睡前5分钟站到自己面前。这是整本书里我最想让你带走的一个习惯。为什么是睡前？因为一天中有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你快要睡着的时候。那时候意识那盏灯已经调暗，潜意识开始全面接管。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话都会被深深地刻进去。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深夜做的决定总是特别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的理智下班了，你的内心开始说话，所以睡前这5分钟是黄金时间。你要做的不是说我好累，我怎么又睡这么晚，明天又要起不来。不，你要换一种方式。你躺下来，闭上眼睛，抚平眉头，你就轻声说几句话。你可以说谢谢，今天即使很累，我也撑过来了。我的身体辛苦了，我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放松，我的心跳越来越平稳，我正在进入一个修复的睡眠，我的细胞正在重建，我的能量正在恢复。明天早上我会在一个明亮的时间醒来，我会有力量，我会愉快，我会见到美好的人。说3遍，慢慢的，带着真诚。你可以把这句话变成你专属的版本，可以是关于健康的，可以是关于工作的，可以是关于关系的。但记住，一定是正面的，一定是现在进行时或者已经完成时。不要说我想要，要说我已经。不要请求，要感恩，你知道吗？当你说谢谢，你的心会自然地打开，那是一种相信的状态。而你相信的那一刻，你的潜意识就开始为你工作，它一夜都在修复你。你睡着的时候，它的施工队正在加班。天亮，你的房间还是那个房间，但你的情绪已经悄悄变轻了。第3步，闭上眼睛，给潜意识看照片。光说还不够，潜意识最喜欢画面，你要学会观想。这听上去很玄，但它一点都不玄。你每天做梦，大脑是不是都会创造画面？你能想象一个柠檬吗？你能看到它黄色的皮吗？你想象你咬一口，酸酸的，你的嘴里是不是已经有口水了？你看，你只是想一想，身体就做出了反应。这就是观想的力量，大到你想象不到。所以你可以为自己策划一部人生的电影，每天抽出2-3分钟，闭上眼睛，想象一件你渴望的事情已经真实的发生。请注意，是已经，不是将来。比如你想拥有一份好工作，你就想象你穿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推开一扇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有人在向你微笑。你坐下来，你的桌面很整洁，有一个玻璃杯装着水，阳光落在杯子上，你听到敲键盘的声音，你闻到一点点咖啡的味道，你看见墙上的钟，你看见你的桌上摆着你和家人的照片，你感觉啊，就是这里了，我就在这里工作，我很安心，我很喜欢。你越具体，潜意识就越当真，你越生动，船员就搬得越快。你会问，这不是做白日梦吗？不是的，白日梦是逃避现在，观想是向未来投递图纸。你在给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发送精准的蓝图，他收到蓝图之后，就会在现实中帮你拼凑相关的机会。这本书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人想买一座房子，他付不起首付，但他每天观想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他想象自己用钥匙开门，想象自己推开一扇窗，看到后院的月季，想象自己在厨房里煮咖啡。他观想了整整3个月，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位远亲去世，留下了一笔遗产，钱的数目刚好够他付首付。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位远亲，他也不知道对方有钱，
可是它就这样接住了一个天大的巧合。你相信吗？我也不强迫你相信，但你可以试一次，用3分钟去构建一个你喜欢的画面，再轻轻把它交给夜晚，剩下的让宇宙去安排。第4步，带上情绪，重复3遍。这是关键的一个心法。你为什么觉得默念我会发财没用？因为你念的时候心里是不信的。你念的时候声音干巴巴的，像一台复读机，潜意识会看你的脸色行事，它判断一个信息重不重要，不看对错，看情绪。你平静地念一句，它当耳边风；你颤抖着，红着眼眶，带着感恩念一句，它立刻就记住了。所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清晨或者夜晚，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眼睛，你可以先呼一口气，然后嘴角向上露出一个笑，哪怕是很轻的笑，然后看着你那双疲惫又清澈的眼睛，说一句话。比如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比如说，我爱你，现在的你；比如说，我愿意相信好运会来找我。说第1遍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尴尬，没关系，说第2遍，第2遍你会柔和一点，说第3遍，到了第3遍你的眼眶可能会发热，那就对了，情绪就出来了，那份温暖，那份感动，那份我真的可以被爱的念头，会像一滴墨落入清水，它会扩散，它会渗透，它会清洗你旧日那些发霉的念头。这很重要。你不是在念咒语，你是在重新和自己建立一段关系。你是在告诉那个住了几十年的自己，对不起，我过去对你不够好，谢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从今天起，我们换一种活法。你带着这样的温度再去说那句话，它的频率就是对的，你就一定能接收到它的回声。第5步，相信，然后放手。这是最难的一步，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一定会有人做到第4步，然后卡在第5步。他每天观想，每天暗示，然后他每天检查自己有没有变好。他每天都推开窗往外看，看看有没有心想事成，立刻发生。如果没有，他就焦虑，他就怀疑，他就放弃。亲爱的，请你别这样。你要做的是播种，播种之后，你要做的就是离开。农夫不会在第2天把种子挖出来，他知道种子在地下需要黑暗，需要时间，需要等待。你的潜意识也是如此。你告诉他目标了，你给他看了蓝图了，你带着情绪把图纸交出去了，那么你就要学会信任。信任不是一种天赋，信任是一种选择。你选择相信那个深处比你聪明1万倍的自己，然后把这件事放下。你该工作就工作，该吃饭就吃饭，该笑就笑。你甚至可以1个月都不去想这件事。然后在某个普通的早晨，当你推开一扇门，你会发现机会就站在那里，像一位等了你很久的朋友。他轻轻地对你说，你终于来了。这就是显化的方式。它很少惊天动地，它常常悄无声息。它像一颗竹子，前4年只长几厘米，第5年忽然一夜之间长出10几米。前面的几年不是没有生长，它是在把根深深地扎进地里。你的那些练习也是扎根，所以别着急，你只管深深扎根。时机到了，生长会是自然而然的。这5个步骤，你可以从今晚开始，你不需要他们全部做到。人生不是考试，你只需要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就选睡前那一招吧。它最安静，最温暖，最容易坚持。从今晚开始，你只要坚持7天。7天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你的睡眠变沉了，你的早晨变轻了，你莫名其妙地会
会想起很多美好的画面，别人也会发现你整个人好像柔和了一些。那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那是你真的开始爱自己了。好了，故事讲完了，方法也教给你了。现在我想请你回到这本书里最有力量的那一页来。墨菲写道，你心里相信什么，就会在现实中惊艳到什么。你心里反复上演的画面，就是你未来的剧本。你相信自己是弱小无助的，你就会一次次惊艳到弱小和无助。你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你就会一次次被爱包围。你相信好运属于你，你就会在无数个细节里捡到好运。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脑科学，是心理学，是你身体里数百万细胞都在遵守的法则。你就是你自己现实的创造者，你一直都是，你只是今晚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没有你想的那么大。不是有钱和没钱，不是学历高与低，不是城市和乡村，是信念，是那个白天听不见，晚上却很响亮的声音，是那个你在无人时刻对自己说的话。你跟自己说的话决定了你人生的走向，你每天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就是你的命运。今晚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是想说我这辈子完了，还是想说我这一生才刚刚开始，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你的世界正在你开口的那一刻被重新写下。我要把书中那个最震撼的比喻再还给你。人生像一艘船，你是船长，你的潜意识就是你的船员。船往哪里开，不在风，不在浪，不在天气，在你。你握着舵，你拿着地图。你曾以为是航海图被别人偷偷改了，其实没有。你的命运从来不是风决定的，是你那双手决定的。海面会变化，风会来，雨会来，可是只要你手中那支笔不断写下新的航向，你的船员就永远向着那个方向奋力划去。你想想看，那么多年来，你已经证明了你是多么擅长实现自己说过的话。你说自己会胖，你做到了；你说自己会熬夜，你做到了；你说自己会倒霉，你做到了。你把所有说过的话都一件件的在生命里实现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你是一位对自己极大的预言者，说明你是一位多么合格又多么叫人心疼的预言家啊！你天赋异禀，你把天赋却用错了地方。现在是时候把这份天赋用回来了。你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你一直都有，只是你很久没有使用它。就像一把尘封的钥匙，它还是那么管用，只是房门很久没有人打开了。今晚你把它拾起来，擦干净，插进锁孔，转一圈，你听，咔嗒，门开了。你的心里有一片比大海还宽阔的空间，它叫潜意识。你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力量，请你闭上眼睛，感受你的心跳，那一下一下稳定的跳动，那是潜意识在你的深处守了你多少年的夜。它从不请假，从不罢工，它数不清几千亿个日夜，它唯一的愿望就是等你给他一个美丽的梦。今晚你愿意吗？你愿意给他一个关于幸福、关于健康、关于丰盛的新指令吗？好，天真的很晚了，窗外安静了，路灯也困了，你躺在温暖的被子里，我很高兴。今晚我与你有这一段对话。现在请你把手机放远一点，深呼吸，跟着我慢慢地调整你的呼吸。吸气，深深的吸，让清爽的空气灌满你的胸腔，轻轻地屏住，然后慢慢地呼出去。把今天的疲惫轻轻地吐出去，把今天的小心翼翼吐出去，把那些沉重的旧声音吐出去。再吸一口气，
这一次，在心里默默地念一句话：我的潜意识正在为我的幸福而工作，我的每一个细胞正在修复，我的身体已经进入了平静的夜晚，我的呼吸很顺畅，我的心跳很温柔，我的睡眠是深沉的，我的梦是轻盈的。明天醒来的时候，我是明亮的，我是有力量的，我是被祝福的，我会遇到善良的人，我会做出清晰的决定，我会对这一天心怀感恩。请相信，今晚的一句我相信，胜过明天的千万句我害怕。你的明天正在被今晚的念头温柔地建造，你能感觉到吗？你正在一点一点地回到你自己，你不需要成为谁，你只需要成为你，那个在宇宙看来本来完美无缺的你。此刻，夜晚拥抱你，月光祝福你，你会睡得很好，你会记得，有人在这个夜晚认真地对你讲过书，认真地祝你幸福。晚安，愿你有一个辽阔而美好的梦。这个世界因为你还在，又多了一份温柔的希望。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做个好梦。